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媒的消息称，日前，美国埃格林空军基地第85个实验和评估中队使用一架装载 AIM-120中距空导弹的 F-15战机，与一种全新的军团指示吊舱配合，在雷达还未启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导弹导引，最终成功击落了一架由 F-16战斗机改装而成的无人靶机 QF-16。对于此次实验，美媒将其称之为这是一次巨大的里程碑。相信在看到这一消息后，大部分人都会感到疑惑，美军 F-16被自家 F-15战机开火击落了。现在美媒却称这是巨大里程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对此有观点认为，这次的实验对于美国空军在其战斗机上增加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来说，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之前美军就没干过这事儿。伴随着隐身技术的发展，现代空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坦率地说，如果一架战斗机具有出色的隐身性能，那战场对于它来说就是一场单机游戏，总是能够在敌人发现之前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但是，一旦在交战过程中使用了雷达制导导弹的攻击的话，那则会大大降低战斗机自身的隐身性能，增加被敌方雷达探测到的几率。与之相比，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可探测性较低，虽然雷达制导导弹的射程比红外制导导弹远多了，但是吧，射程跟隐身比起来，那必然是隐身性能更加的重要。由此说来的话，F-15加装全新的军团指示吊舱确实算得上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对整个美军来说，那就相当的夸大了。毕竟这项能力已经是中国乃至俄罗斯战机的标配了，美军到现在才拥有。虽说在之前 F-15吊舱开了雷达，对方也能告警，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以往的半主动中距弹需要载机照射，就比方说麻雀和我们的霹雳11，到后来的主动弹，就像是这次美军用来实验的 AIM-120，以及我们的霹雳12，这些都是需要载机雷达发现目标，给一个初始目标信息。所以美国媒体这次看起来说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在当下中国空军中最不缺的就是红外制导导弹。所以当美国媒体把这一实验拿出来炫耀的时候，却遭到了中国人的狠狠羞辱。该条新闻底下第一条评论就是：这已经是中俄的标配，美国现在才玩。美国以及北约虽然对俄罗斯市场都会有一些干扰的动作或针对的动作，但是这些西方国家也不敢太过放肆的打压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拥有镇国之宝，那就是强大的核武器。说起核武器，想必都能明白它的威力有多大。而作为世界第一的核武器国，俄罗斯拥有的核弹头数量自然也是不容小觑的。有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俄罗斯所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将近达到了7000枚。这样庞大的数据，也正是美国和北约虽然对俄罗斯怀恨在心，但依旧不敢乱来的原因。俄罗斯也凭借着核武器的威慑力，在国际上站稳了脚步，与中国、伊朗等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但是俄罗斯能够对世界各国产生威慑力和有足够的影响力，仅仅是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核武器大国吗？显然这只是一个硬核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影响力。据观察者网相关消息报道，今日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民调报告。这项报告显示，多数的俄罗斯群众认为，俄罗斯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有足够的影响力，一半是来自普京总统的个人威望。报道称，在相关研究报告中，有67%的群众认为俄罗斯对美国以及北约产生威慑力，俄罗斯的核武器是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有47%的群众认为普京的个人威望在国际社会中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数据与过去3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俄罗斯群众都认为普京和核武器就是俄罗斯的重要支撑点。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就是俄罗斯培养的重要人才，今后的俄罗斯很难再拥有这样的人才了。如果普京一旦倒下，俄罗斯很可能也会受到牵连。虽说俄罗斯新任总统或许是在俄方长绍伊古和俄外长拉夫罗夫中选出，但是即使是这2位中的任意一位上台，都抵不过普京在俄罗斯群众心里的位置和国际上的威望。而且如果普京一旦卸任俄罗斯总统之位，美国和北约必定会借此机会顺势对俄罗斯进行打击。若是新任的俄罗斯总统扛不住这些西方国家的打压，很可能会动用核武器，这就意味着第3次世界大战也因此而来。总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发生战争，但是往往会有一些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破坏国际社会安稳的局势。俄罗斯之所以不愿意和美国等国家发生战争，是因为还有普京坐镇。但是如果普京一旦卸任，那是否意味着国际局势又会变天呢？在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穿越南海后，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
决定在西太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作战演习，参演的兵力达到了2.5万人。很明显，这次演习就是针对中国。美军想要向全球表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在西太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面对不断的挑衅活动，中国军方针锋相对，也决定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演，展现神威。根据欧洲媒体提供的卫星照片来看，除了隶属南部战区海军的国产航母山东号以外，还包括075型2栖攻击舰海南号、3艘05大型驱逐舰以及其他20余艘水面舰艇。外媒分析指出，中国海军摆出的这支舰队规模足以和美英绕4国舰队相匹敌。中国海军早已不是昔年的一支黄水岸防海军，早已成为亚太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此次演习最能引起外媒关注的，反而不是中国的航母和2栖攻击舰，而是3艘05大型驱逐舰。055大型驱逐舰是中国海军未来海上作战的中坚力量，从问世起就大大超出了全球军事观察家的预料。目前各国海军的主力作战舰受制于国防开支缩水，要么是削减排水量和配置，要么就强调维和等低烈度任务。甚至一些曾经的海军强国都已经没什么像样的舰队，而中国建造这样的万吨级怪兽，简直就是冷战时期苏联的作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是毫不犹豫地将055划分为巡洋舰。驱逐舰这个名号实在太委屈它了。目前055已经有5艘完成建造，满载排水量达到12000吨以上，垂直发射装置有112套，火力独步全球。目前解放军的055大型驱逐舰优先配置在北海和南海舰队，东海舰队暂无，可能是考虑到东海舰队暂无航母基地的原因。目前外界尚无法估计055的建造数量，就像现在没有人能够估计中国海军未来的规模。为了偷窥中国军队的演习，美军也是绞尽脑汁，派出了多个架次的侦察机接近中国军演范围进行侦察行动，包括 RC-135S、E8C、RC-135W 都来刺探情报。除了收集中国海军的电子情报外，美军最害怕的还是中国可能会试射反舰弹道导弹。美军急于收集关于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情报，因为这是对美国航母威胁最大的武器。通过军演，中国可以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警告一些有着敌意想法的国家不要轻举妄动。中国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击退一切来犯之敌，捍卫自己的领海。何况中国在自己的海域进行军演是理所应当的，而跑过半个地球跑到人家门前来军演的人，才是破坏和平的最大威胁。据旺报报道，台中科院近日承认，正在进行开发远程打击的导弹。目前台方已有1种导弹处在服役状态，另外3种正在研发。处在服役状态的就是雄风2E巡航导弹。此前，台湾媒体曾曝光过该导弹的地下发射掩体。雄风2E巡航导弹是台中科院在台湾海军雄风2型反舰导弹的基础上研发而来。毕竟台方的技术水平有限，只能在反舰导弹的基础上增加射程，来获得一种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据台湾媒体的爆料，该导弹的射程可达600到800公里，可以威胁对岸的近海目标。接下来，台中科院的研发目标有2长1短3款导弹。第一种是增程型的巡航导弹，射程增加至1200至2000公里，估计会利用现有的雄风2E的技术进行放大，携带更多的燃料和更大的发动机来实现。第二种是射程1000公里的弹道式对地导弹。台湾曾经装备过一款地对地弹道导弹秦风，只是技术水平较差，早已退役。秦风导弹就是美国长矛导弹的仿制型，还综合了部分以色列的技术，射程仅有130公里，原概率偏差却达到了150米。第三种是一种远程火箭炮，将在现有的雷霆2000的基础上开发，射程可达300公里，以应对越来越多的解放军远程火箭炮。经过多年的建设，中国的空防早已经不是几十年前，早就摆脱了旧有的以高射炮为主的落后体系，而是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现代化空防系统。这套防空系统包括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陆军防空旅以及民兵预备役防空部队。中国的防空装备的技术早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即便台军研发和装备一些远程打击兵器，由于数量不足，也只能发挥很少的影响，无法改变战场的战略主动。目前台方只能研发一些巡航导弹，这些导弹速度低，突防能力不够，容易被拦截，更多的只能起到一些恐吓的作用。台中科院开发过多种类型的导弹，比如雄风、天弓、天剑等等，但其实很多时候台中科院都会因为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不得不求助外界。由于美国经常不愿意将自己的现役装备技术泄露
独出去，所以往往会指派一些竞标失败的厂家来协助台湾。这样一来，台军很多武器装备的技术基本就是美军不用的二流技术。但即便这样，缺乏装备的台军也是视若珍宝。对岸总是妄想通过几件武器来为自己危险的行为壮胆，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双方的军力差距不在1-2件武器上，而是全盘。任何武器如果无法形成一个足够的规模，都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也就无法影响最终的结局。